自从1969年以来，从阿波罗11号到阿波罗17号，美国先后8次派出太空飞船到月球进行科学考察。他们以月面为基地，设置了2台高灵敏度的月震仪。这种高灵敏度的地震仪甚至能记录宇航员在月面上走动的脚步声。1969年11月20日，阿波罗12号的宇航员用登月舱的上段撞击月球表面，随即发生了月震。这种小质量的登月舱撞向月球，就像蚂蚁撞大象，却不想月球竟然摇晃了55分钟以上。这次月震记录让科学家们大吃一惊，为什么会震动这么长时间？而且余音袅袅，经久不绝。地震研究专家描述这种震动就像教堂的钟被敲响，就像在一个完全中空的金属球体上发出的声音。科学家们决定再做几次实验，于是阿波罗13号的宇航员遥控飞船的第3级火箭，使它撞击月面。这次月震持续了3小时20分钟后才逐渐结束，月震深度达35至40公里。而如果月球像地球那样是实心的话，估计月震只能持续1分钟左右。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地震专家们惊愕不已，无法对这次月震为什么能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做出科学的解释，除非说月球不是实心的。可是按照目前的科学认知，没有任何一种已知的理论可以让大自然随机性产生一颗中空的星球。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明确表示，天然卫星不可能是中空的，月球更像是被某种力量巧合地摆放在那里。月球的岩石年龄非常古老，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带回的岩石有36亿年以上。阿波罗11号飞船带回来的月表岩石标本推算距今已达46亿年，这正是太阳系刚刚形成之际的年龄。惊奇还不止这些，科学家用假亚测定法测定后发现，有的月表岩石竟然达70亿年。月球古老的岩石使科学家束手无策，然而和这些岩石周围的土壤相比，岩石还算是年轻的。据分析，土壤的年龄至少比岩石大了10亿年。有些科学家提出，月球在地球形成之前便已在宇宙中成型。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，我们都知道太阳和地球大概形成于46亿年前，作为卫星的月球，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月球是宇宙飞船，这个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。在正史金史天文志中说，太宗天会11年5月乙丑，月乎失行而南，请之复故。翻译过来就是，在金太宗天会11年5月15日的时候，月亮忽然偏离了运行的正常轨道，向南飞去，不一会儿又回到它原来的轨道上。金朝的司天机构每天都有精通天文的科学家在观测，并将观测的结果详细记录下来，定期交给国史馆封存。而历代的天文志就是根据这些原始资料写成的，可信度极高。所以月球可能不只是一个空心铁球，还是个能飞来飞去的巨型飞行器。同时回顾视频开篇提到的白衣老人，他说月球上有82000户常年管理维修着月球。那这些人究竟是什么存在呢？ NASA 计划2024年把2位宇航员送上月球执行任务，若计划成功，这会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再次有宇航员能在月球表面行走。或许他们会带来一些谜团的答案，或许他们将带回更多更惊人的谜团。当你下次再抬头看向月亮，会不会引发更多的思考？